姐妹们，我真的不想干了。流水线加班到9点，他们有的加班到10点，太难了，就等于在厂里面待了13个小时，吃饭出去2个小时，上班上了11个小时，手一直不停的干，干得我浑身都是疼的。早上8点钟一直干，干到中午11点才可以去吃饭，吃完饭12点又开始上班，然后开始干到下午5点，然后吃饭。我感觉好像是那个死亡流水线，那产品一个接着一个的。但是呢，我已经上了好几天班了，跑路吧又觉得有点亏，还是干吧，干1个月就走了。加班钱是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真的好累啊，我真的感觉干不下去，我感觉我胳膊都有点抬不起来了，手也受伤了。我以为晚上8点就可以下班的，谁知道要等到9点钟，后来又跟我说10点钟。我真的很恨厂里面的那些主管，我只是忘记写报表而已。你把我当所有人的面骂，我才来5天哎，你自己被领导骂，把气撒到我身上了。请问你是什么天才吗？你在那么多人的面前骂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高贵？是不是自己很威风？就我这么多人，把我骂一顿。广州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89年起，连续27年经济总量居全国第3，仅次于上海与北京。网上有句话说呢，叫做8省市养全国。在8省市之中，广东是贡献最大的省份。但是今年以来，广州恐沦为2线城市的声音不绝于耳。据2024年的数据显示，广州的 GDP 增速为 2.1%， 在全国27个万亿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2，以佛山以 1.3% 垫底，成为了倒数第1。广东一间电子厂招募学生做手机工，在招聘现场开出了时薪6块钱人民币的工价。6块1个小时啊，全部都是6块啊！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做，全部都是6块，你们爱做不做，全部都是6块。你们想要高价的自己去找老板啊！工厂给出这么低的工价，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有的网友说，广东劳动市场仿佛倒退了20年。有分析指出，工厂压价是因为当前大陆经济差，制造业不景气造成的。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进厂打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是小南进厂的第1天，由于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所以挑战再苦再累也不跑路，进厂挣取第1桶金。一大早就要起床上班，我们现在准备去接受组织的考验，这边也是拿着拖鞋准备进车间。小南进的这个是大厂，你们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现在刷厂牌进入厂房，然后换上拖鞋就要去工作了。从早上工作到中午12点下班吃饭，干了半天感觉过了大半年，好难熬啊！兄弟们想跑路了，先去食堂吃个饭吧，还好伙食不错。吃完饭又要继续进车间上班，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扛得住。终于熬到了晚上下班，感觉我的这辈子要完了。进厂1天相当于外面1星期，太恐怖了，兄弟们！你们觉得小南能坚持多久呢？安徽女孩在昆山电子厂1天究竟有多难熬？带大家看一下厂里面的真实生活。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那每个月虚无缥缈的工资。6点40准时起床，如果赶不上打卡时间，迟到一会儿，那么这1个小时就没有工资。起床之后只能简单洗漱一下，再穿好衣服，差不多已经是7点钟了。我们厂里是8点准时上班，7点20就要出发去厂区。因为我在外面有自己租的房子，没有住在厂区宿舍，还要骑个15分钟的电瓶车才能赶到上班的地方。来到厂里已经是7点40了，在内务柜换上上班需要的工作服，就准备进车间开启1天的工作。11点到1点是我们厂中午吃饭的时间，吃饭时间1个小时，我们是分批吃的，我是第2批，因为第2批吃饭的话人少一点，不用排队。吃过饭之后还有40分钟的时间，也会变得特别困，自己可以找个地方稍眯一会儿，短暂的休息休息，等熬到晚上8点的时候就可以结束1整天的工作。
200块钱一天的我，到底在厂里面都干了些什么？早上7点半上班，来到厂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会。每天开会的内容就是纪律问题、质量问题。当然了，时不时呢就会被屌2句。要不怎么说出来上班的工资有一半都是挨骂的工资呢？早会结束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流程。我现在剪的这根线比较严格，所以这根线是纯剪线，而且必须要打点盖章。我已经在这个工位上面站了1个月了，还好下个礼拜就不用看了。正打算喝个水呢，我们老大就从后面飘过去了。上班吃东西是不被允许的。昨天有一个外检在现场吃雪糕就被开除了，还罚了他200块。所以我们现在吃东西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生怕啥时候运气不好，刚好就被改了。线剪完了就要把它推到车里面去，放得整整齐齐，因为如果放得不好的话，会被流水线的人投诉。总之呢，一天的工作就是看线，上班时间呢也不允许做啥的，晚上10点多才能下班。你们觉得这样200块钱一天值不值得？今天是进厂上班的第2天，最近的天真的好热好热，经常睡醒的时候都不想起床，感觉还没适应过来。独自上班的第2天，目前感觉身边的人都挺好相处的，你有不懂的地方，他们会细心的一步一步去带你教你，而且偶尔无聊的时候也会互相聊聊几句。工位的旁边同事经常主动来教我拾一下货品。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坐在角落处吃饭，也会叫我坐过去。可能是我长时间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了，就会觉得几个人一起坐在一起有点不适应，所以我后面还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处吃饭了。上到目前为止，一直重复着一个动作干活。现在的状态就是肩膀很酸很酸。博主夏帆是一名大2的学生，在暑假期间，他来到一家电子厂打工。我最终决定再吃一碗泡面，不然的话下午刚好很饿的。我有一天就是饿着肚子干了一个上午，然后下午人都快不行了，所以还是要吃午饭。谁懂啊，泡面泡到一半，叉子掉地上啊，发现这边很脏，还有细菌，我只能去食堂就是拿筷子吃的。吃完一口感觉5星级餐厅也不过如此了，我不想打暑假工了，我想回学校。我现在已经吃完泡面了，然后我现在需要在食堂里睡10分钟，然后下周就上班了，我得抓紧时间睡觉。我刚才就眯了几分钟，闹钟就响了，然后困死了。但是我们中午吃饭加睡觉的时间就1个小时，我还有几分钟就要迟到了，所以我不能再睡了，就必须去打牛马了。真的，现在能支撑我一直上班的动力就是我和我朋友之前约定好要去苏州旅游，我们去年去的是厦门。说实话，是我要去探厂之前，我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去工厂里面工作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满脑子不情愿的走进厂区，刚到门口我就懵了，这位置偏的连外卖都叫不到。我以为小厂是那种脏乱差，东西堆的到处都是，直到方总递给我一套干净整洁的防尘服，并且提醒我，你那个就不对，标准的进工厂的模式是不允许露头发的。我开始有了一丝丝的疑惑。进车间前需要给我们每个人消毒，巨大的烘煤声给我吓得一激灵。看到干净的能反光的机器和高到离谱的自动化程度，我开始反思自己最初的偏见。这个世界需要光鲜的大厂，也需要这样踏实的小厂，需要顶尖人才，更需要平凡岗位的坚守。接下来聊一下河马先生发工资的事儿。那么5月份呢，我去河马先生找了一份兼职理货员的工作，干了2个礼拜，一共是12天，每天7个小时，那么总计工作了84个小时。昨天10号发工资了，大家觉得这个薪资怎么样？然后说一下这个工资的明细啊，正常工资呢是20块钱每个小时，所以呢我84个工时应该是1680块钱。然而最终却只给我发了1630块钱，虽然差的钱不多，但是总觉得心里有点别扭，我就找 HR 去问了一下。那 HR 说呢，哎呀，还扣了你50块钱的商业保险，所以就剩下1630块钱了。当然到这里还没完啊，因为我之前不是还去办了一个健康证嘛，花了118块钱。那么1630块钱减去118块钱，最终实际到手的收入呢是1512块钱。博主每天工作7个小时，工作12天，收入是1512块钱，平均每天收入126块钱。他表示，现在是2025年6月份，地点是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大家觉得这个薪资在上海能够生活得下去吗？
浙江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25块钱1小时的工厂，更别说什么28块钱1小时的。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招工信息了。像浙江这边正常的工价就是在20上下，不管是正式工也好，还是临时工也好，基本上大部分的工资都是在6000到7000。像一般拿7000以上的工厂，也要干2个月之后才会有这个工资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种高薪的骗局，别过去了之后给你卖被子，收你的体检费，然后再拿一个大巴车把你拉到了外地。你们都是怎么进的流水线的？我是通过中介公司进去的。第一天要先签劳务合同，签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签的时间牵长了，好怕到时候想提前走不掉。签完之后，中介带我们进厂，然后发员工入职档案表让我们签字确认。其实这一刻我都还在挣扎。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想我不会出现在这里。签完之后带我们去录人脸识别，这里打卡和吃饭需要用到。接下来就是培训，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和上班的工作时间和要求，然后培训完就是在等待安排痛苦的工作了。第一天还好，没有让我上流水线，而是擦了1天的插头转换器。我不敢告诉家里人，已经辞掉了朝8晚6的工作，因为怕他们担心，怕丢人。出到外面生活就是自己的了。我觉得只要最后能赚到钱就可以了，毕竟现在难找工作，只能为了赚钱而工作了。下班了，刚刚到家。今天呢上了8个小时的班，没有加班，从早上的7点45到下午的3点45。我到家的话也就是4点20左右，然后我在这儿上班呢是1小时12块钱，也是双休。然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1小时多少钱合适，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评论区的姐妹给我评论说她在那上班1小时是20多块钱，就在西安市里面。但是呢这个不适合我，如果去西安市里面的话，那是不是就远了，照顾不了孩子。然后我现在在这儿上班呢，他也是双休，早上呢也能送孩子，下午呢也能接孩子，特别的适合我。所以说这个钱多钱少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博主是位00后的大学生，看看他如何入职昆山电子厂的。昨天坐了1天的车，8点多才到昆山。来了之后我就住在了我姐这里。一大早我姐就给我们做好了早饭，叫我们起床。现在我们简单来吃个早饭，就要去办一件大事，就是我期待已久的进厂。因为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光想出来工作。这下好了，真的成厂妹了。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进厂呢，还不知道里边主要是干什么的。OK 啊，我们现在已经坐上去面试中心的大巴车了，还挺近的，10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到面试中心了，准备进去面试喽。面试流程也特别简单，就是让签一些协议什么的。第2步就是在这个大巴车上等着轮流体检。第3步就是打印厂牌，现在已经拿上了人生中第1个厂牌。这说的跟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样。宿舍这边环境还挺好的。紧接着我们就来超市买了点床垫和洗漱用品，现在就准备去认领宿舍，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宿舍之后就来吃今天的第2顿饭了。这一天终于忙活完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